说给员外那位听的话我已经说完了。苏沐雨，我们该执行自己的计划了吧？成河，我无法背叛大家长。愚蠢！这次三家铁了心要谋你，我会为你铺好路，你只需要做好握住绵龙剑的准备。你怎么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啊？你永远都是这么天真。大家长与我二人皆有恩情。恩情？他们培养我们是为了替他们去杀人，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这可笑的东西。只有你真的把安河当成了自己的家。而我却始终做不到这一点。对于我而言，这里只是一个交换利益的地方罢了。他给我们庇护，我们为他杀人。所谓的家人，不过是虚伪的说辞。苏沐雨，哲叔就在外面，若我们一起动手，你还能活下去吗？若哲叔与你联手，我自然不是对手。但凡事总要一试。你要是说得通，你就不是苏沐雨。我真傻，和你白费这么多口舌。慕白，在里面偷听的可还痛快？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因为那个让你来此候着的消息，就是我给你的。哼，咱们都是同族，就该互通有无。谁跟你是同族？苏成河，你给我等着！成河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大家长这次一定会死，我也一定要拿到那龙剑。所以，好好想一想我们当年的约定吧。苏沐雨，你去做安河的魁，以后成为大家长，统帅三家，而我留在苏家，继承苏家家主之位。这便是当年那3道暗器中的第1道——千鸟精鸣。你又有什么把戏？真的要杀我吗？同样的媚术，第2次不会再有任何的作用。告诉我你们大家长此行的目的，我留你一命。我都说了，我不会什么媚术。如果你心若是有动，那便是真的心动。妖女，胡言乱语！哎，等等，你能不能换一道暗器啊？什么意思？这么多针一起扎我，
死的未免也太丑了些。你能不能换一道让我死的不那么丑的，或者你能死的好看些的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血玫瑰。你现在看它虽然是银白色的，但是当它扎入你的身体之中，血液就会流入花瓣，将其染成鲜红色，很美。你就是暗河朱影团首领魁，伤得如何？你要是再晚来几步，我可能真的就没命了。用千珠之阵困住他。你剩下的暗器有机会再见了。宇哥，刚刚专属你那只寻踪蛛突然兴奋了起来，我就知道你一定在附近。还好你来得及时。伤不要紧吧？没有大碍。那个唐连月对我留了手，不然我可能真的已经死了。毕竟那是天启城4守护，站在武道顶端的高手。幸好你遇到的是他。玄武使唐连月，一向很讨厌杀人这种事情。胡说。他对我留手，明明是因为对我一见钟情了。你对自己是越来越有自信了。真的，方才他还说我对他使用了媚术。宇哥，你说我会媚术吗？穆家女子多擅长媚术，不过你确实没学过。玄武使见色起意，见色起意啊！先不说这些了，昌河这一路派了不少人阻拦我，他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，甚至还传信给了唐连月，这说明朱影之中有他的卧底。我们必须尽快回到大家长身边。宇哥，你难道就没有想过，这个卧底可能是我？这个玩笑不好笑。这不是玩笑。我确实犹豫过，虽然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做过违背当年誓约的事情，可是宇哥，我迟疑了，我开始怀疑我们存在的意义。宇哥，你和昌河从小便一起长大，这一次你们真的要向彼此拔剑吗？入朱影之时，我便立过誓，除非我死，否则我不会让任何人威胁到大家长的安危。我当然记得，入朱影乃是暗河弟子莫大的荣耀。等大家长身上的毒解，重新统帅3家，苏家主自会收回成命。到那时，我们俩便不必拔剑相向了。深夜，你有心事，是在担心雨墨姐姐吗？是。你喜欢她？喜欢，但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喜欢，而是家人之间的喜欢。陆羽，大家长，大家长，你总算是醒了。看来我是睡了很久啊。那既然大家长醒了，明日
我便为你施展移魂大法，来寻找这根治雪落一枝梅的方法。多谢神医。在此之前，我跟沐雨还有些话要说。那我便不打扰二位了。沐雨，一路行来辛苦了，路上应当遇到不少麻烦的对手吧？确实遇到了一些麻烦的对手，但还好能在大家长去毒之前赶到九霄城。三家的攻势不会停止，下一步他们就应该想办法要攻占朱朝了。谢穆两家已经联手，我已经听说了，朱隐12校也会做好准备，迎接他们的到来。苏家应该也不会袖手旁观，他们的行动由谁指挥？是昌河。是你那位好兄弟。大家长，昌河此次受苏家之命，不得已行事。他是来取我的命，而你作为魁，我依然会完成我的任务，挡住三家的反叛，治好大家长的病。沐雨，宋沐雨，你是我见过的最矛盾，又是最坚定的人。但你这位好兄弟的剑光，或许比我的更锋锐。啊，春和风柔的，真是个舒服的世界啊！那天在主朝之外，动手的是谢家的刀，借天王阵的却是穆家的鬼。是啊，谢家、穆家联手了，就只剩下我们苏家孤立无援了。唉，你看老爷子平时这人缘得有多差。不过这场战役最终只有一个赢家，即便是他们现在联手，以后也少不了一场生死大战。你啷子看？我当然是坐着看，站着看，哼，也可以躺着看。老板，已经上房。意见？对，最贵最好的帐篷。元福，哎，领客人上楼。好嘞。您这边请。您慢点。这个小兄弟艳福不浅哦。大理寺办案，闲杂人等尽速回避。畏罪自杀，这么快就结案了。一切终于是尘埃落定了。双叶也查出来了，那几个诈尸的人其实是中了一种特殊的迷药，是由闹阳花、草乌、川乌、乳香、没药等磨成极细的粉末，再加上热酒调服。可以把人的生命体征降到最低。想来是从屠杀中逃脱的波斯人，把这些活埋的将士救起来，弄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逃回中原，假装诈尸还魂的假象。把这个呈词送到将军那里，这个案子就算结了。好嘞。
如果每次结案都是这种规格的话，我不介意帮你多破几个案。哎，你可别把功劳说的跟你一个人似的。我错了，紫苏姑娘，功劳都是你一个人的还不行吗？以后呢，功劳都归你们，吃的归我。不好了，度量员暴毙了！啊？什么？跟之前死的那2个人一样，中的是一种毒，只是剂量增加了很多倍。把人给我带回去，我要好好的查验查验。什么？带回去？不可呀！我家主人那可是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呀，你们不能对他的尸身这般糟蹋呀！罢了。近日，可有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吗？有，确有一事。昨日我家后院厨房曾被人闯入过，当时就把厨房里边的米面蔬菜全都给扔掉了，怕的是有人再投毒，与我家主人不利呀。如果只是在食物当中投毒的话，应该大家都有事，不可能死的只有度量员一个人。老伯，能不能带我去厨房看看？啊，好。杜侍郎，你怎么就这么去了呀？杜侍郎，你标兵千古，功在千秋啊！孙志伟打别闹了，你这一去，不好意思，让朝廷怎么办？皇上怎么办啊？装活人简单，装死人也容易。装不活不死的人就难了。嗯？等等，你知道人身上哪部分最柔软吗？哪里？眼睛。可是他闭着眼呢。哦。终于肯醒了。你们这些混蛋是怎么知道的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寻常武夫只在拇指戴扳指，而你却在小指戴戒指，想必是在戒帽中藏有毒药。我翻看你右手时感觉很轻，都说醉汉死沉，那是因为人在神志不清时无法控制肌肉，手轻就意味着你当时神志清醒。我没有马上戳穿你，是想搞清楚你真正的动机。而且，你那枚戒指与波斯人同款，你穿的衣裳虽是大唐款式，面料却产自波斯。把这几条线索联系起来，再加上你之前密会波斯人被杜侍郎活埋之时，真相就在眼前了。你先服毒，造成假死之效，药劲过后就出去作案。我们第一次来时，你刚杀了李福海，随后你又潜入杜侍郎府的厨房，故意翻得一片狼藉，造成想在食物中投毒的假象。但你真正的目的是在卵石上下毒。你曾在杜侍郎帐下知道他练武之后有汗蒸的习惯。汗蒸之时，全身毛孔预热打开，卵石上的毒液蒸腾为气体，就进入了杜侍郎的体内。我还用这块手绢擦过杜侍郎的身体，回来查验，果然含有剧毒，证明这就是你杀害杜侍郎的方式。樊社的那2个波斯人，你们也早就串通好了吧？没错。
当日我们被活埋，还有一息尚存，就是他们救了我们。当时我心里就想，一定要回来找度量元报仇。当年明明是你贪恋财富，通敌叛国，你有什么可复仇的？贪恋财富的是度量元才对。有一支波斯商队在我们营地附近经过，度量元准备觊觎他们的财，就准备将之截杀。可事出无名，只得下毒毒死自己的几匹军马。栽赃是波斯人所为，要我们前去暗杀细节。波斯人毒杀我战马，截杀波斯商队。是。军令不可违。我心下不忍，告知了真相，让波斯商队把财宝都留给度量元，尽速逃命。没想到我们却被误以为与波斯人合谋，当场被擒。我们几个人有口难辩，又是唯独几个知道毒杀战马的人。度量元当借此机会给我们一个通敌叛国的罪名，将我们活埋。度量元丧心病狂，对波斯商队大肆杀戮。是两个逃走的波斯人冒死将我们救下。从那时起，我们就开始密谋这个复仇计划。你的境遇，我深表同情，但法大过天。拿下！是。闪开！微臣代奏，愿陛下龙体圣安，万岁，万万岁！别演了，再演下去，你信不信朕治你个欺君之罪啊？陛下圣明。对了，案子破了吗？有关人犯都认罪伏法了。那小子的伤势如何？伤势无大碍，休息一阵，就能启程回汴州了。还是让他留下吧。这次他破案有功，朕让他接任大理寺少卿。微臣替李治谢主隆恩。再怎么说，也是建成的亲生血脉。派个人好生看着他。干得好，加官进爵；有一心，斩草除根。臣遵旨。
你来干嘛？我爹听说你受伤了，专程给你送鹤顶红来，祝你早死早超生。伤口清洗后，每日敷1次，一共敷10天，敷10次，应该就会好的差不多了。替我谢谢他，改日我会登门拜访。对了，我可警告你，下次不准再干这种事情，我可不想再给你送一次药。如果我不挡的话，萨摩就没命了。那你傻呀？那你不也会没命吗？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更何况我已经答应那家伙要罩着他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说话得算数吧。尹少卿，哎呦，大概是昨夜几时发生的事情。子时之后了，昨天晚上那雨下的也忒大了，我店里好多食客都赶不回家去了，我就延长了营业时间。有人与他同行吗？有，不过先回家了。另一个后来也不见了，我到处找了都没找着他呀。死者身份要不要公开啊？先别急，先带回大理寺，等双爷的解剖结果出来再说。明白。抬走吧。萨摩，哎，上菜，来啦！上羊排，稳着点啊！香，来，老板，您这边香喷喷的羊排来啦！二位，你们点的羊排，请慢用。哎，来啦！您二位看看，这是我们店的招牌菜，可不错呢。哎，好好干啊！好嘞，给我慢用啊！您先尝尝，我一会儿就过来啊。好嘞。昨天封禁酒馆那事儿，你说邪无不效，可不嘛。酒馆在闹事，不可能有人进得去。是啊，你说这唐冠都被通缉整整1年了，这还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。我觉得呀，哎，二位客官，这事儿根本就不是这一共是人干。80万，能找了。说那个尸体被撕成了一块一块的，就像是在森林里。又在偷懒啊？没有。哎，你可别说了，慢慢吃啊。这一会儿啊，这羊排我该吃不下去了。听说啊，那封禁酒楼昨晚死人了。哼，他们啊，仗着地理位置好，就往酒里掺水。现在吧，活该。哎，要不咱们店也先关店2天，正好呢，好好准备新菜式，迎接大多的顾客。想太多，你去哪儿？大理寺。你个死老外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干活！啊！来，双叶，你能不能不让你家慧慧乱跑啊？哎，你东西能不能不乱摆？你怎么不摆城墙上去啊？你。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排除人为伤害。为什么？
因为侯部的齿痕迹很深，浑身上下有多处撕扯的痕迹，应该是大型猛兽所致。长安城有大型猛兽出没？请进。是子苏吧？是我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。死者是在树上面发现的？没错。我听说豹子会将死去的猎物藏在树上。豹子？老大，离长安城最近的山林在西北方向，要不我去打探一下？好，你去备车。初步判定，死者是死于意外，通缉犯的身份可以公诸于众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哟，李少卿，这么容易就下定论了？哟，不请自来嘛。这么诡异的案子，我如果不出一臂之力的话，怕你们玩不转。报个价吧。这次免费，你之前替我挡了一刀，算还你个人情，咱们两清了。来，当心点儿。快走，快走，走。哎，怎么见了我们跟见了瘟神似的？来，回来，哎，回来！来，别怕，我们是大理寺官差。谢谢。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官人，您不知道吗？昨天长安城里死了人。我们就是为调查此事而来。官人，您可千万要救救我们呀！我们什么亏心事都没做呀。此话怎讲？这怪兽常年都在山林里，10年前出现过一次，后来就再也没有人见过。这次却直接进了长安城，一定是有人得罪了他，才会惨遭杀害，真是太可怕了。10年前有人被杀吗？有，死状跟那个人一模一样。那这怪兽到底是什么？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啊，只听过一些传闻。传闻说是只黑豹，可是我听说所有见过它的人全都死了。这都是没有根据的胡说。长安城里怎么可能会有黑豹？小朋友，来。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走了，走。要我说，一定就是山上的野兽下来捕猎，刚好遇到了县城的猎物。野兽可以是山里来的，但它不一定是自己来，而是有人带过来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有现成的掩人耳目的先例，干嘛不直接利用？回家。什么？哎，还没进村呢就回家？这里已经问到了有效的线索，再待下去只会混淆视听。走吧。走吧。查到什么线索了吗？子苏，礼部尚书刘渊、吴萨将军，还有那姓方的商人，这3个人帮我查一下。子苏，怎么了？那个礼部侍郎刘渊的儿子刘峰
前阵子死在了赌场。杀害刘峰的凶手就是那个唐冠。嗯，没错。如果说这个怪物不是从大山里跑出来的，而是被人圈养的呢？谁有这么大能耐，能弄来一只黑豹？这刘渊是礼部尚书，如果他勾结胡使，索要贡品呢？大理寺查，我问你啊，这2天有没有什么大型的马车经过？这几日入城的大型马车并不多，小的记得十分清楚，有礼部尚书刘渊官人，兵部的吴萨将军，还有一位姓方的商人。哦，那他马车里都装的什么呀？这个嘛，小的没接到抽查的命令，于是就放他们过去了。以后查仔细点儿。是。对不起啊，二位，我家主人染了风寒，如果没有提前预约的话，恐怕今天不能会面。你就说大理寺李治有事要找他，耽误不了多久。好，二位这边请。我家主人呐，平常最疼爱公子，一心希望他能继承家业。公子参加科考不顺，去赌场挥霍钱财散心，不料碰到了一个视财如命的杀人犯，结果葬送了大好前程。这么说，刘公子并不是赌场的常客。他那次是第一次去赌场。管家。啊哈，对不起了二位，我家主人实在是不愿意回忆与公子相关的事宜。待主人调整好心情，择日专程邀请二位官人来府上做客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告辞了。啊，走。那慢走，不送了。请。请。哎，不用送了，回去吧。哎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得去趟风庆酒馆。一起去吧。你是官差，一身正气的，谁见你不怕？你能问出什么呀？你等消息吧，我去就回。哎。老板，来一坛黄酒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哎呀，最近人都不多啊。自打出了那个事儿，好多人都不敢来了。我听说当时跟唐官一起喝酒的那2个人，现在也没消息了。其实啊，就是为了自保。怎么讲？我看小哥你不是官府的人，我就跟你说说。啊，那2个人呢，是唐冠的结拜兄弟，都是岭南人，经常照顾我的生意。这唐冠出逃以后啊，就是他们俩暗地里接济他。要说有人找唐冠复仇的话，这2个人肯定会被牵连进去。那这2个人也挺可怜的啊。是啊，其中有一个还开着烧饼店呢。这不，最近呢都不敢营业了。
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哎，你是谁啊？你是苏老板吧？我是啊。啊，那个我大理寺的。我们老板不在家，你走吧。哎，就想随便跟你聊聊。你怎么听不懂话呀？苏老板不在家。不是。哎，那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城里的地址啊？你不是官差吗？自己查去。什么呀？什么态度？啊啊！等啊啊啊！倒霉死了！哼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死者陈礼，这是之前的死者唐冠，可以确认这两个人的伤口几乎完全一致。两起案子的现场情形也基本相同，应该是同一凶手所为。这应该是连环杀人案。听说昨晚平康坊也死了一个人。对，已经确认是自杀。和这两个人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。我来的路上去了趟平康坊。去那干嘛？我在樊社听说平康坊刚刚有个姑娘上吊了。我查到这死者陈礼和上吊的雪儿姑娘是相好，而且刘尚书的堂弟也想把这雪儿姑娘娶回家里做妾。刘尚书，礼部尚书刘渊，正是。而且这刘尚书的堂弟刘波，他一直住在刘府里，